在俄乌战争中，有这样一支奇特的部队，他们隶属于私人军事公司，却有着俄罗斯集团军级别的装备。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瓦格纳雇佣兵。俄乌战争中的瓦格纳作为一支俄军台面下的武装力量，瓦格纳呢是继车臣特种部队、乌东地方武装之后的第三支特殊部队，在俄乌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装备精良，待遇优厚，管理严苛，堪比豪华的正规军。目前其人数规模已经相当于2个重装集团军了。在去年关注俄乌战事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在俄乌战场上，俄中央军战斗力表现得十分差劲，丢弃了大量的坦克等重型装甲。反观瓦格纳雇佣军却成了其中能打胜仗的极少数精锐部队，这就使得俄军不得不更加倚重瓦格纳雇佣军。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俄罗斯正规军通常采用那些相对较好打的战斗，对于那些难啃的战役，往往由瓦格纳雇佣兵冲锋陷阵。比如俄军在斯拉维扬斯克攻克受阻后，瓦格纳雇佣军就被部署在了最前线，充当一线工程部队，全力攻打巴赫穆特城。同样在俄军夺取了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的战斗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在这些战斗中，瓦格纳雇佣兵死伤严重，消耗也比较大。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基里尔·布达诺夫甚至声称，瓦格纳是比俄军更值得警惕的对手，将瓦格纳形容为战场恶煞，称其经常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后，就有至少1000名瓦格纳雇佣军被部署在乌克兰东部，而瓦格纳集团现有的总兵力尚不明，但根据报道，苏勒达尔的乌军在不同时间有6个旅之多，包括第24、第61、第46、第77旅、第11国土防卫旅、第4坦克旅。即使都不齐装满员，在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总兵力过万是没有问题的。按照进攻兵力需要以3:1压倒防御兵力来推算的话，那么进攻苏勒达尔的瓦格纳集团兵力呢，大概在2到3万之间了。而这是乌克兰战争里就是重兵集团了。而且呢，这还不是瓦格纳集团的全部兵力。早在2022年12月，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就曾声称，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至少有5万名战士，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该集团的士兵都是从哪儿来的？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去年俄罗斯的监狱招兵事件。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士兵其实大都来到了瓦格纳的麾下，而除了使用囚犯兵之外呢，瓦格纳也对全球展开招募。例如瓦格纳集团曾通过今日俄罗斯电台在塞尔维亚开设的塞尔维亚语在线新闻网站发布赴乌作战的招聘广告，并在广告中声称将提供极具吸引力的激励征兵措施。除此之外呢，瓦格纳也曾跑到阿富汗招募。根据美外交政策2022年10月25号的报道，很可能会有来自各方面超过1万名前阿富汗的武装人员入职到瓦格纳集团。这些武装人员呢，很大一部分是由英美的特种部队训练出来的前阿富汗国民军。在美国撤军后呢，这些士兵也都无所事事。如今面对瓦格纳集团提供的每月1500美元的工资，阿富汗士兵很难不心动。而瓦格纳集团招募的阿富汗士兵进入乌克兰战场，则意味着他们可以熟练地使用缴获的美式武器，并且和乌克兰军队作战。毕竟呢，现在乌克兰士兵手中大部分的武器都是由美国援助的，2支美军训练的军队在乌克兰战场决战，堪称是以魔法攻击魔法了。那么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私人武装集团，俄罗斯为什么会允许它存在呢？这还要从瓦格纳集团和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来说起。实际上，瓦格纳集团一直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私人的雇佣军组织。但经过大兵查阅却并没有一个私人武装公司以瓦格纳集团的名义注册。其老板普里格金本人称其为瓦格纳营，而这里的营呢，并非军队编制中的旅或者团下属的营，而是西方语境中对中等规模军事组织的特殊称呼，实际编制可大可小。例如乌克兰的亚速营就是此等编制。而关于瓦格纳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说法，咱们就说一下流传最广的版本。2013年，俄罗斯莫兰安保公司2名高管在俄境外注册了一家保安公司，名叫斯拉夫集团，招募了267名来自空降兵内务部队以及格鲁乌的退伍特种兵等一批雇员。该集团的核心人员德米特里·乌特金原是一名前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中校。
2013年10月，该集团接到了保护叙利亚戴尔祖尔油田的任务，到了地方没几天，又接到命令，要求他们跟叙利亚军队作战。这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但是身处异国他乡，瓦格纳呢也没有办法。在得到后勤和空中火力支援的承诺后，他们在苏赫纳附近跟叙军交火了。然而原先承诺的支援压根没有，好在这帮退伍特种兵训练有素，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全身而退。消息传回莫斯科之后呢，这些雇佣兵很快就被俄联邦安全局逮捕关押，乌特金和另一名高管均获刑3年。到了2014年2月，乌东顿巴斯地区势力和乌军发生冲突，俄罗斯不方便公开干预，就派了许多不带标志徽章的士兵协助顿巴斯民兵。乌特金这帮人呢，想戴罪立功，就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潜入到乌东地区。他率领代号为月亮的小队，在顿巴斯表现得非常突出，被俄罗斯当局看中。后来呢，跟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餐饮业寡头叶夫根尼·普里戈金找到乌特金，打算让乌特金呢成立私人军事服务公司，给莫斯科做一些不方便出面的脏活累活。于是呢，在普里戈金的牵头下，瓦格纳集团正式成立。当然呢，虽说该集团名义上是一个私人公司，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公司为名的俄国军队。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武器来源找到依据。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兵源不够的瓦格纳集团曾几度前往俄国的监狱来招募囚犯兵。显然啊，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背书的话，瓦格纳集团是无法招募囚犯的。而除了最基础的囚犯兵之外呢，瓦格纳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特战部队、通讯专家和战术顾问，甚至还有伞兵、特警、炮兵、突击队军官，基本涵盖了整支作战部队构架所需要的各层的官兵和士兵。他们根据不同技术兵种组成了侦察突击旅、炮兵营、坦克连、破坏侦察连、工程工兵连、通信连、参谋部和辅助部队。在武器装备上，他们也和乌克兰的北约雇佣兵有本质区别。北约雇佣兵基本都是轻装步兵，使用的武器呢，也往往都是乌军提供的旧货，像什么卡拉什尼科夫步枪、BMP 步兵战车。而瓦格纳呢，则有自己的战机、火炮、坦克、装甲载具。据统计，瓦格纳在乌克兰前线投入的装备有铠甲 S1、S300 防空系统、米8直升机、苏25攻击机、2S3自行榴弹炮、T72B3 坦克、TOS-1A 喷火坦克，甚至包括在现役俄军里也不多见的 T90。这些武器呢，远远超出了军火市场的供应范围了。显然，这也是俄罗斯军方支持的。所以说，瓦格纳集团更像是一支忠于普京的亲信部队。而此前，瓦格纳新招募的机械化突击步兵月薪在$5000左右，通常呢会以美元、欧元或其他等价物结算。相比之下，俄军志愿兵每月呢只有$30军饷，义务兵可以达到$500，作战津贴另加。因此，该集团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确实不便宜。到目前为止，瓦格纳集团已经在12个非洲国家部署了武装人员，而他们的行动呢，都是围绕着俄国的国家利益，跟随雇佣兵们一起进去的。还有俄国外交官、军火商和能源企业。因此，在事实上，他们就是为俄国执行地缘扩张的白手套。在乌克兰前线，瓦格纳不直接接受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拥有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能直接受莫斯科的调动。其优点呢，就是部署比正规军更加灵活。毕竟，俄联邦正规武装部队的调动是需要经过国防部的，而瓦格纳则不需要。所以我们能看出啊，在俄乌前线，双方几乎不存在什么配合。正规军在伊久姆、莱曼、赫尔松接连失败时呢，瓦格纳却依然在硬啃巴赫穆特。在瓦格纳久战不下呢，俄军也没有帮忙。近期呢，已经有不少的囚犯兵返回俄罗斯，他们不仅被免除了刑事责任，还获得了俄国防部发放的荣誉勋章。对于囚犯们来说呢，接受瓦格纳的招募明显是正确选择。而能活着离开战场的囚犯都是无比幸运的，因为大部分被招募的囚犯都无法活着离开战场。常言道啊，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况且在俄乌这片绞肉机战场上，尤其是索莱达尔的巷战，虽然瓦格纳声称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据俄罗斯通讯社1月30号报道，大约有4万名来自瓦格纳集团的士兵阵亡或失踪，只剩下1万人参加战斗。
在战损情况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那么瓦格纳接下来该如何作战呢？在这里啊，或许有朋友认为普里戈金可以再来一波监狱招兵，但目前呢，瓦格纳似乎并不打算再这么做了。据美国媒体报道称，普里戈金已经正式宣布停止招募囚犯赴乌作战。可如今正是前线激战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及时补充兵力，将很难继续取得突破。那么普里戈金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俄罗斯的监狱已经空了吗？这里大兵认为啊，这可能是俄罗斯策略的转变。毕竟瓦格纳雇佣兵的战斗效能实际上还要取决于部队的背景和心态。作为一支特殊部队，瓦格纳在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上是非常有效的。这是因为在该集团内作战的囚犯会受到离开监狱获得自由的愿望的推动，从而会比那些受俄罗斯军队招募来的士气低落的士兵拥有更高的士气和效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瓦格纳会比乌克兰的军队更强。普里戈金本人在最近发布的一次采访中承认了这一点。瓦格纳集团在巴赫穆特的部队无法突破乌克兰的防御工事。普里戈金承认，在巴赫穆特的行动对他而言非常耗费精力，因为巴赫穆特的每一栋房子都像是一座碉堡，而乌克兰人每10米就会设置一道防线，从而使俄军必须一座接一座地排查这些建筑物。这对于普里戈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第一次承认瓦格纳集团的部队在巴赫穆特未能取得任何实际的进展。而这次普里戈金的决定也代表他开始考虑瓦格纳集团的未来了。毕竟对于俄罗斯正规部队来说，一直让雇佣兵压在头上也确实不好。因此俄国防部接下来可能会将瓦格纳边缘化。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行，克里姆林宫需要瓦格纳雇佣兵去卖命，瓦格纳雇佣兵呢也需要克里姆林宫提供资金、武器和合法性。但是等俄乌战争结束后，克里姆林宫和瓦格纳雇佣军还能否和平共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瓦格纳这个雇佣兵组织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